Hello， 大家好，我是爱你的白痴猫。断更了一周，真的很不好意思啊！我也知道断章可耻，希望大家手下留情啊，手下留情。上回我们说到DE创始人 Mark 大学毕业转行创立游戏工作室，为了养活员工，接下了无数外包，放弃了自己的梦想，直到最后走投无路，背水一战，决定做一款真正属于自己的游戏。而这款游戏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 Warframe 星际战甲。DE 之前总是在做发行商的外包，总是在做别人的需求，总是在完成别人的任务，总是在做一些最后被取消的东西。做外包没错，也是一条稳妥赚钱的路子，但最致命的是，每当游戏不景气的时候，每当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最先出局的不是那些颐指气使的发行商，而是他们这些辛辛苦苦的第三方雇佣工作室。2012年 DE 在被完美世界拒绝代理了之后，将自己的游戏 demo 取名为 Lotus 莲，决定自己开发到底。他们希望这款孤注一掷的网游能够拯救这家古老的工作室，而当时距离工作室破产还有9个月。为了让游戏首发更加的吸引人，为了让游戏更加的好玩，游戏加入了尽可能多的首发战甲，希望能给玩家留下很好的第一印象。与此同时，因为这是一款 MMO 网游，所以他们还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后端。这里的后端不是单指服务器和数据库，还包括运营一款网络游戏所需要的游戏主页、客服渠道、付款渠道、如何获得信用卡的收款授权等等。这些他们以前全部都没有做过，他们全部都不知道，全部都需要去学习。为了让游戏更有吸引力，他们的美术和程序还加班加点，尽力的去制作很多的随机地图，很多的随机生成的关卡。他们当时的 demo 虽然内容量不多，体积量比较小，但已经是一个很精致的可玩版本了，是拥有发行的潜力了的。框架已经搭好了，地基已经打好了，就等着以后如果还活着，再慢慢去完善它吧。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就这样，游戏发布吧。That's fine, ship it。游戏的阿尔法测试开始了，虽然表面上说不要慌不要怕，但实际上内心慌的一批啊。他们担心玩家不买账，担心游戏出现 bug。这里呢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了，那就是 Rebecca Ford， 也就是 Warframe 里面大家最喜欢的莲妈。他在2011年大3的时候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了 DE， 当时在做黑暗2，之后到了 Warframe 上线，为了及时得到玩家的反馈， DE 成立了社区运营组，负责查看论坛、查看邮件、水群等等。而 Rebecca 就自然而然地干起了客服的活，甚至因为人手不够，还为游戏配音，成为了玩家的新手引导员，也就是太空老妈莲妈。Warframe 要活下去，要养活工作室，所以他们需要足够的收入。DE 参考了那些众筹成功的游戏项目，决定发售创始人包 Founders Package。他们是比较乐观的，他们觉得创始人包的发售是在告诉玩家，请成为我们的联合创始人吧，请为你喜欢的游戏尽一份力量吧。作为回报，你能获得创始人才拥有的专属道具。这些道具呢，现在基本都已经绝版了，比如绝版战甲 Excalibur Prime， 也就是玩家牺牲的圣剑屁咖喱棒屁，绝版武器 Lato Prime 空刃 Prime， 以及绝版称号光明天行者。这很类似众筹啊，但因为DE以前从来没搞过游戏内购，所以他们心里有点慌，担心玩家愿不愿意买单。他们呢就在后台一个劲儿的盯着数据，亲眼看着第一个大师级创始人包卖出。大师级创始人包的价格是250美元，这是一笔不小的钱了。3位大作呢都卖不了这个价，而有玩家却愿意为这个不够完善的游戏购买，这让他们很感动啊，这让他们知道玩家是真的在乎这个游戏的。那一天他们赚了1500块钱，虽然这些钱根本不够付工资，但他们很震惊，很开心，很激动。他们没想到真的有人愿意为他们买单，他们很害怕商城内购激怒玩家，很害怕因为收费而把游戏搞砸，因为他们早期曾经尝试过去卖属性加成、能力加成的道具，但却起到了反效果。当年他们有一个 MOD 扩容系统，可以让玩家的 MOD 容量增加1倍，但只能通过付费解锁，这意味着氪金玩家能轻易的比零充玩家强1倍以上。于是很多玩家给了差评，让DE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们紧急更新了游戏，也就是2013年的 5.3 版本，加入了扩容的免费途径。到此这个事件才算是完美解决，也让他们一直引以为戒，再也不去卖破坏公平性的道具。在还有3个月就要公测的时候，DE想搞一搞宣传，为发售预热。他们以前呢是搞3A 的嘛，所以就理所当然的联系那些游戏测评网站。但国外的游戏测评网站那个时候的逼格都比较高啊，只评单机不评网游，所以拒绝了他们的游戏。但是幸运的是啊，游戏优秀的素质让玩家口口相传，吸引了一批 YouTube 主播。Ladies and gentlemen, my name is Total Biscuit. I'm here to ask and answer one simple question. WTF is Warframe? Total Biscuit 这位在 YouTube 有着200多万粉丝的大 UP 制作了视频。What the fuck is Warframe？
这个视频现在已经超过了70万的播放量。这个视频是一个分水岭，吸引了非常多的玩家，也让 DE 重视起了 UP 主视频宣传。2013年3月，游戏正式公测，有着非常多的战甲可以选择，有着很高的平衡性，有着很丰富的游戏内容。当时公测的时候呢，游戏只能通过他们自己搭建的小网站下载，下载量还不错，让他们处于一种可以凑合的状态。游戏的盈利情况虽然可以养活一个小团队了，但当时的 DE 工作室是有着250名员工的，盈利还远远不够。于是他们就开始尝试了传说中的 Steam， 看看 Steam 能养活多少人。于是他们就登录了 Steam， 然后他们就一夜暴富了。当时他们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去 Steam 后台看销售数据，看前一天赚了多少钱，那真的是做梦都要笑醒啊，美滋滋。终于他们养活了自己，工作室起死回生。但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就要开始解决了，那就是如何让玩家留存，如何保持住这1年来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在网游市场里，一般而言 PVP 游戏更容易留住玩家，更容易保持玩家热度，毕竟与人斗其乐无穷。而 PVE 的游戏就比较困难一点啊，因为你需要频繁的大量的新内容来留住玩家，这种快速频繁的更新对于一般的小工作室而言是很吃力的。但 DE 那可是有着250人的大团队啊，曾经如噩梦般困扰着他们的庞大的团队规模，此时却成为了他们最大的优势，最大的财富。整家工作室几百号人，而且这几百号人可全都是做过3A 游戏的老兵，都是镇上的朋友邻居，他们全部投入 Warframe 的开发，让游戏更新顿时有如神助。他们甚至能1周连更3、4次。那一年，游戏加入了氏族系统，推出了新战甲，开辟了更多的地图，并且准备登陆 PS4。最初这个游戏的野心不大，只是个太空忍者海盗游戏。后来呢，他们发现玩家喜欢在游戏里闲逛，于是他们开始为不同阵营制作不同的随机地图包，拓展敌方类型，让游戏更加的充实，更加的沉浸。然后呢，还加入了自由度非常高的个性化定制系统，也就是所谓的星际暖暖。这里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当时游戏有一个 bug。叫 Zorin Coptering， 能让玩家像直升机螺旋桨一样旋转着飞很长一段距离，这直接改变了游戏的跑图方式，改变了游戏的玩法。DE 呢本来是想修复这个 bug 的，但他们发现社区玩家其实很喜欢这个东西，于是呢干脆就把这个 bug 改成核心机制，重新命名为子弹跳。这是一个很值得游戏设计者学习的点，即拥抱 bug， 让玩家喜欢的 bug 以一种更可控的方式融入核心玩法。那些游戏设计者不应该对玩家说，不，这游戏你不能这么玩，你得按我设计的方式来玩。游戏设计者要想的是如何把玩家沉迷的玩法更好的融入进去，而不是简单粗暴的直接移除。另外他们还发现了另一个规律，也就是游戏更新的内容越好，质量越高，玩家就越愿意氪金，赚钱就越多。这就要求游戏要经常更新，但与此同时，游戏越更新体量就越大，内容就越复杂，对新玩家呢就越不友好。这是一个悖论啊。索尼首席创意官 Ralph Koster 在游戏设计快乐之道中说过，他们曾经多次改进星球大战，让它对新玩家更加友好，但每次改动呢都对玩家流失率毫无影响，仍然有很多的玩家打开游戏玩了一下，然后就卸载游戏了。DE 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也很困扰，新玩家流失率比较高，但他们也没有很好的办法。他们觉得玩家还是太聪明了，不管他们怎么改，玩家只要一玩就明白了这游戏很干，就不想玩了。这就像看番一样，13级的番、24级的番、50级的番、100级的番，级数越多，劝退率越高。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动画行业基本都选择13级这样的小体量的原因之一。为了保持游戏热度， DE 也非常重视直播和视频，他们会在公司餐厅举办开发者问答直播，举办线下粉丝会，他们甚至还开辟渠道让玩家自己设计战甲和皮肤，并且还可以卖。这种粉丝经济让很多玩家通过设计皮肤就能养活自己，摆脱失业救济。除此之外， DE 的氪金系统也非常友好，没有逼着玩家付费。当然了，不充钱那也就只能爆肝刷资源了。这里呢也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 ，Warframe 里面有一个宠物系统。就是你会先得到一个蛋，然后要经过多次扫描就能孵化出宠物宝宝。当时他们加入了一个染色系统，就是一个按钮，花一些钱点一下按钮，给你染一个随机的颜色，然后你可以把这个颜色存下来，自己用也行，卖给别人也行。他们这么设计的初衷是希望玩家可以得到一些很酷的东西，还可以送给朋友，加强社交。但事情呢反而往奇怪的方向发展了。他们在后台发现有人竟然点了200多次按钮，氪金大佬竟恐怖如斯。他们觉得自己做错了，这个系统的初衷只是希望玩家玩得开心，而不是像老虎机那种赌博抽卡。虽然很赚钱，但他们立刻移除了这个系统。其实国内很多游戏都有这种系统啊，但 DE 并没有选择这条快速来钱的路子，他们是真的良心。但与此同时，这个游戏也是真的干。
总而言之呢， Warframe 是一个相当棒的网游，它有着当下最顶级的画质，有着当下最顶级的优化，有着庞大的世界观和丰富的剧情，有着爽快的射击和动作系统。当然，最愉悦的还是刷了。它是一个用心制作的游戏，它是一个背水一战、力挽狂澜的作品，它是一个有着单机游戏价值观的网游，它还有着自己身为3A 工作室的底线和骄傲。我觉得可能这就是 Warframe 的魅力所在，这就是 Digital Extremes 的魅力所在啊！好游戏迟早会发光的。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喜欢的观众请不妨投个硬币，点个收藏，给个好评，转个推荐。当然，能点个特别关注是最后的了。新观众可以在关注时勾选特别关注，老观众也可以在设置界面点击设置。你们的关注就是我更新的动力。我是白蛇毛，一名整天摸鱼的独立游戏开发者。我们下期再见。极点工作室，每一个极致的创意都值得被点亮。